嗨，大家好，我是阿达。那今天呢，我又要出国了。那这次的行程呢，去地中海玩13、14天吧。首先呢，从桃园出发，我要先香港。香港之后呢，要转米兰。那现在我们从台湾先出发，走。好，现在我们离开贵宾室啊，那就要往那个登机口去，准备要飞往米兰啊。那我们这次去2个贵宾室呢，就是因为啊，我有练 JAL 的那个 VIP， 所以这一次啊，就搭国泰的都可以进 VIP 室。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的话，可以看右上角那部影片。好，那现在我们要飞往米兰啊。这就是快速封关的通道，一般的没有快速通道就要排队，所以台湾护照也是很好用啊。这边就米兰机场啊，接下来是第一天观光。这是我们这次要搭的这台鸿图号，号称世界第6大的船舰。哇！现在我们要去我们的房间。首先呢，要按楼层，楼层是在这边按，然后它会出现一就是对应的就是这个电梯。接下来就要到我们房间了，我们房间是1223，那这边应该就有写。我们的行李已经在门口。他依照我们之前绑的那个条，帮我送到门口。先进来看看，哇，那就是接下来我们几天要住的地方。大家看一下，那对面那个是另外一艘船。然后我们现在开灯之后，我们再仔细看一下我们房间里面，来给大家看一下。是长这样子，这是床、双枕头，还有一个沙发，比我们上次住的那个游艇空间大一些。然后这边有一个电视，然后有镜子，有椅子，置物空间不错。看这衣柜。还有浴室，我们先看一下衣柜哈。衣柜，里面有衣架，还有这个保险箱。好，浴室，好，有一个立式的浴室，干湿分离的厕所。今天是巡航日，巡航日就整天不靠岸了，所以我要简单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船的一个构造。大家可以看它每一层楼它都会有这个萤幕。今天刚好有中文版，它之前还真的没有。然后它这边会介绍每一个甲板、每个楼层的一些东西都是这里。虽然简体中文但是聊胜于无。然后大家可以看到都有 logo 什么的，写的现在还算清楚。之前的话只有英文而已。我们先从往下看起4楼就是医疗中心了，还有它离船的走道。那5楼这边就是迎宾服务台，而且汤板还有紫螃蟹餐厅。紫螃蟹餐厅是我们平常时吃饭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原则上吃饭就不用另外花钱，不是不用钱，是不用另外花钱。那15楼不用另外花钱。那这边是门兰餐厅、惠珍珠餐厅啊。那大剧院它每天晚上都会有秀，也有电影之类的，它都会在另外一个大荧幕上公告。然后7楼就有什么旋转木马娱乐场、酒吧，8到14楼就是居住甲板，像我们就住在12楼。那15楼就是吃饭的，它开放时间就可以随便吃。不过老实讲它的菜色没有很丰富。然后它也可以连通到外面的酒吧，等一下会带大家看。16楼那边就有健身房，还有运动馆，还有一些游乐设施等等。那18楼
跟19楼很多都是会员专属，就是你不是上自豪船就可以当会员，你必须搭几次轮船。导游说是要搭5次啊，才能当 VIP， 而且要预约。那19楼就是滑水道给小朋友玩的，好，这大概它这个操作面板。啊，那大家看这边，这边就是它的活动预约的面板。它其实有 APP 啊 ，APP 操作也是可以，但是你要预约活动的话，必须来这里。啊，然后这边它上面就是有它的什么酒啊、秀啊，哦，像这个就 Mood Dance， 这就像秀。哦，如果你要参加的话，他会跟你讲时间。哦，那如果你要订的话，那你就要赶运。哦，那像这个啊，什么特殊餐厅，哦，那个之前我朋友介绍，就是我看他来搭这个船之后，我才搭的。那他跟我说，今天的餐厅菜很多是从15楼上面搬下来的，我还没去吃过，我应该会找时间吃吃看。他是叫我不要花钱。对，但是我还是想吃吃看，啊，然后一些活动、特殊餐厅啊，这是它的一个打折套组。像这边喝饮料全部都要钱，不要怀疑，连喝水都要钱，哦，所以要喝水必须去15楼那边装才不用钱，哦，不然的话你这边拿任何水啊，还是说餐厅里面要倒杯水给你，都是要钱的。这边是5楼，5楼是甲板这边的。算是可以走的第1楼啊。那这后面呢，这个叫做紫螃蟹，就是平常时吃饭的餐厅。那这个就是说不用另外花钱的餐厅，它不是免费餐厅。一般来讲，你可以每天中餐跟晚餐都在这边吃。这边是中庭，中庭这边就有接待中心，然后这边呢，它每个定时的都会有人在这边唱歌。大家都看到2个先生轮班了，蛮硬的。它的那个楼梯那种装潢还蛮漂亮的。那这边有个楼梯是施华洛世奇装饰的一个水晶楼梯，哦，可以到6楼。等一下再上去看。哦，那中间这里是给人家坐的地方。那这里呢，可以看到有一些酒吧，这些都是要钱的。那它的接待中心这里。接下来上去，走上来，这个楼梯很漂亮啊。哦，这边贯通5、6、7楼。哦，这边都有人表演。那这边呢，就是施华洛世奇的销售的地方。然后这里就有卖纪念品的地方，我手指那边那个方向可以拍照。那这边呢，到处都会有摄影师给你拍照。拍照他不会现场跟你要钱，拍完之后他会显示在一个地方一个荧幕上，你喜欢你再去把它印出来。好，那这边呢就算是它主要的一个商店街吧。好，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的屋顶，那这是一个大型的一个 LED 荧幕，它是一直会换的。每天看都不一样，它还有一个时间表，然后导游也会印给我们看。那这边的东西，老实讲，我就觉得比我之前去的挪威畅悦号商店街短，而且卖的东西也少很多。对，虽然说这艘船比它大，导游是跟我说这艘船是第3大，但实际上没有。那这边就是卖精品，还有一些3C 产品。那3C 产品这边就只卖喇叭跟耳机。哦，那这边卖很多酒。那对面这边是餐厅，就刚刚我讲的一些餐厅呢，这边有，然后楼上还有个日本料理。那他有做一个 set， 就是可以让你随便吃。哦，那我们带团的导游是跟我说啊，叫我不要花那个钱。啊，那这边大家可以看，两旁这边就有一些精品，现卖手表。它其实会换，你昨天晚上看的话，东西又不太一样。今天看到就变这些精品。
这里是一个冰淇淋与巧克力的店。这艘船上面竟然没有星巴克，让我非常意外。那这边就是巧克力专卖店。那前面这边是红土酒吧。红土酒吧再过去呢就是剧院。剧院它表演的秀还不错，昨天看了一场，觉得还不错。经常会做不一样的活动，像现在这边围起来，它就是只有 VIP 可以进去。对，有时候前面那边会教跳舞干嘛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好，这边是7楼，这个浪曲是付费的表演场所，每天都有一些表演。然后如果买餐的话会打折。那这边就是赌场，看一下，19只老虎，还有赌桌。那船开了之后，赌场才能玩。也因为现在还没开船，所以还能拍。那不然的话，等到有人就不能拍了，因为赌客的隐私也是很重要的。好，过了赌场这边就是中间的大厅，这边就有那个排餐跟日本料理的餐厅，这边都是要预定的。我本来以为不用预定，好像是有下面餐厅不用预定，因为在拉客，上面这边都要预定。那这个就是中庭。看一下，里面这个是日本料理，是铁板烧。那这个铁板烧会表演，要另外加钱。那这是日本料理，东西还不错吃。好，现在来看的是这艘船15楼餐厅。8点多，菜还很多，然后人也不多的时候，大家看，其实以这艘船来讲哈，我自己是觉得说，跟我上次搭过的那个挪威畅越号相比，这艘船虽然它的船比较大，但是它东西比较少。我们现在这个沙拉区，大家看啊，这边就有个披萨区。为什么会说它的菜色变化比较少？就是像畅越号，它的餐厅老实讲是比较大的，然后它菜色变化也比较多，虽然也是会吃腻，但是相较于这一艘船变化性更少。而且呢，大家看啊，我带大家在走大概1/4圈，几乎就可以把所有菜色都看完。就几乎是这样子。它后面这边关了，它如果有开的话，菜色是循环的。那另外就是说，这一艘船啊，它也没有像畅越号一样，它有一个甲板层是随时都会有提供那个茶水跟那个冰块，还有一些咖啡之类的。这一层楼是会关闭的。因为畅越号它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让你看着破浪，然后在那边晒太阳。它没有，它没有那个 deck， 所以变成说，我就觉得，相较来说啊，就是你会觉得说，它虽然好像比较大，但是这个船坐起来并没有像畅越号那么的好。如果你说有没有优点嘛，优点其实还蛮多的，就是它虽然吃的东西很普，然后娱乐设施没有那个多，但是它的房间是相对大。那以这次的行程来讲，它的旅游是相对好的。好，接下来来看15楼的户外，就是游泳池这一边。前面这边有一个大游泳池，那这边说饮料多少钱？对，你看到饮料多少钱？这有一个主要的游泳池，
后面那个大电视墙前面啊，有人在跳舞，那边都会固定的上课。啊，这边有健身房，哦，可以在那边运动。那这边地上是可以让大家慢跑或健走的区域，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外围，外围有很多这种泡澡用的小泳池。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走一圈。这也一样是晒太阳的地方。那后面这里是就是会员才能去的游泳池。那这个轮船很多都是会员制的，就是你除了说要有钱搭以外呢，你还要搭几次的游轮，才能成为他的会员，然后才能进去那边。这是导游说的，我也不知道。对，我也是第一次搭这个联盟的一个游轮。对，它看起来很大，但是很多区域都是给高级 VIP 用的，所以很多地方我们都去不了。哦，这边是船尾啊，你看一下，好漂亮啊，有没有？好，等一下我们去那边看一下船尾。这边哦，还有个泳池，上面有滑水道。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一天要开7航，岸边根本没人欢送，就默默的开出去。啊，这边再往上就是滑水道，我们去看一下滑水道。这种有点像以前百战百胜那种过关的那。好，那这边就是那个滑水道，晚点应该我会来玩啊。对，要来试试看，这个都给小朋友玩的，大人也可以玩。那感觉起来不像我之前玩的那么刺激。我之前去的那一艘畅悦号还有赛车道，有滑水道，还有一个类似像那种垂直下降的那个滑水道，还蛮可怕的。顶楼还没看完呢，接下来再继续看16楼的健身房。16楼这室内，它其实有个室内的运动坝，哦，饮料当然是要钱的。那大家看，这边有排球场，还有个篮球场，哦，是真的可以玩的，哦，玩的人还不少哦。哦，这边，那这边是 F1 的模拟器，那就有个赛车模拟器，它好像还有那个射击的模拟器，对，啊，使用的都是 HTC 的 Vive。啊，那这个就是射击的，好像有2、3种，有刺客教条啊，还有射击，还有个兔兔。那最猛的是这里，还有一个保龄球道，洗够。啊，这边有夹娃娃机，是用卡感应的。只要感应一下就能夹。来，老婆给你夹一个。真的吗？对啊。听说可以用甩的，就玩过的那个船友说。还有是。对啊。看来甩钩这招在这边没效。好，来了。OK， 才去人安乐，好，那就往这边走。啊，这边是一个它的电玩室，全部都用卡感应的啊。这个在畅悦号也有类似的东西。然后这边就是它的健身房，
一样是16楼。然后要运动的时候，你必须写一张切结，跟刚刚楼上那个一样。那个小朋友爬那个的话，或者是自己玩这个，都要写个健康声明，就是说保证啊，你如果在这边运动到一半猝死，跟它无关了。大概简单意思是这样。好，这里是18楼。左边这边是个成人酒吧，但是比较反差的是，这边进来是一个儿童区，因为下面玩电动的不一样，好像是一个纯粹的是给很小的小朋友玩的地方。你可以看一下，有乐高积木。然后往下看就是17楼的那个设施。这是我们这次行程的倒数第2天啊。那我们这次如果说扣掉搭机转机，实际上全部在欧洲玩的时间大概是9天。我们到米兰之后过夜，然后到热内亚上面那边再登船。那在中间会在马赛，然后巴塞隆纳，还有北非的突尼西亚，然后还有西西里岛，还有那个庞贝。那最后呢还会再回到米兰那边。那宏图号它这艘船它其实是世界第9大。当初那个导游他的介绍说世界第3大，后来我们有查一下，它实际上它是第9大。那这艘船我自己搭起来的感觉是跟我上次搭那个挪威畅悦号那艘船呢是世界第11大的船2艘船相比起来，我是觉得虽然说这一艘船它比畅悦号大，但是呢，老实说，我觉得有一些点它反而是输给畅悦号的。第一点呢，就是说吃的比较没有变化。它在15楼就是免费的大餐厅那边4个角落到东西其实是重复的，菜色没什么变化。午餐、晚餐然后还有早餐，我觉得并不是很丰富。那你说好不好吃嘛？这比较见仁见智。我觉得算是普还不到中上。还有就是说畅悦号它的免费餐厅，没记错的话，含大餐厅以外，它总共还有2-3间免费餐厅。以宏图号来讲，它只有一个纸螃蟹是可以去吃的，属于免费，然后它就会很固定的西餐。那像我们之前那个还有一个泰国料理，还有中式料理可以选，所以我是觉得光免费餐厅的数量也是比较少的。那第二点就是说之前那一艘挪威畅悦号，它是有一整个 desk， 就是一整层它就是可以看着船头去破浪，其实景色非常漂亮，可以在那边晒太阳跟人聊天那个地方是24小时的，那你随时可以去那边装水喝咖啡吃点心吃水果都会提供。那这一艘船宏图号没有这种设备，它甚至于连15楼的那个餐厅它都有营业时间，你太晚的话那边就关起来。所以我是觉得这一点也是有差。那第3个就是娱乐项目部分比如说像这艘船一样也有滑水道游泳池那些东西。但是呢，畅悦号船虽然比较小，它玩东西比较多，它甚至还有赛车场那些有的没有的。我就觉得相对来讲，在船上玩的东西的话，我是觉得畅悦号比宏图号好玩一点。那第4就是说这个宏图号吃饭的时候连杯水都没有提供除非你去15楼去吃那个免费，它旁边有水。不然你去像纸螃蟹那种免费餐厅它连水都不提供。那气泡水要钱，气泡水要钱这件事情我完全能够接受，但是你连个白开水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 over。那你如果吃一吃噎到怎么办？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没有那么大气。那另外就是说这个宏图号它的酒类或饮料喝到饱，他们都有包套它包套的话，宏图号的价格明显偏贵，除非是你是酒鬼不然你真的很难把它喝回本。那第5点宏图号它的商店街就是在6楼那个地方，老实说没什么好逛的。虽然说7楼跟5楼也有，但是那个店都蛮少的。我觉得就是说商店街的内容跟选项也没有很多，逛2下就腻了，比较无聊一点。那刚刚我讲了这么多，宏图号好像很差，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宏图号的优点第一个它上网速度非常非常快。这一点我必须给他比个大大的赞尤其是我这种没有网络会死人它这边的网络速度大概是畅悦号5倍到10倍它快的时候真的非常快，你怎么看影片都很顺我甚至还能直播。畅悦号那个时候我大概搭7-8天吧，光我的费用就超过1万块，我跟我老婆2个加起来就花了1万，非常非常贵。那如果你是宏图号的话，你买一个人的话大概4000块左右台币。
那如果买2个人去找别人秀的话，大概一个人是3500，大家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上网的价差，而且最重要是速度差很多。那第二个呢，就是宏图号的房间，它是明显比较大的，我不敢说大很多，但是我觉得大不少。然后这个阳台啊、设备啊什么也是比较好的。那第3个呢，就是我参加这个行程啊，它的路上行程是比畅悦号玩的，但是这个比较不能相比啊，毕竟那个团它是阿拉斯加的冰川团，它就是看冰川，那我们就只能去加拿大、去阿拉斯加，所以认真来说啊，这比起来不太公平。但是这个路行程我觉得真的不错，不管是从米兰那边看教堂，或者是说去庞贝看古城，去巴塞罗那看圣家堂啊那些。比较可惜的是，旅行社并没有帮我们买到圣家堂的票，不知道是他预算怎么样。其实我愿意自费，但是他的行程里面就没有。那整体来说，我觉得路上行程这个宏图号行程是远胜于畅悦号的。那第4点就是说啊，这一艘船本身它船上的表演，我觉得是比畅悦号还要精彩一点。我们有去看那个唱歌啊，我就觉得都相当不错。而且他在一些酒吧晚上的时候都有教跳舞，我觉得气氛也不错啊。只是如果你比较放不开的话，你可能就没办法玩得那么尽兴，这比较见仁见智。那在价格部分呢，老实说每个人在每个时间点买的都不一样。像我阿拉斯加那个邮轮啊，是买大概11万块左右。那这一个行程呢，是一个人是15万块左右。但是我同一团有人说买早鸟也是买11万，但是就是说，就每个人在买的时间点，你是买早鸟还是你买明年的话，它会更便宜。那每个人看怎么样。我是觉得这个价格，我觉得也算 OK 啦，也不算太差。那整体来说，我觉得这是宏图号的旅游虽然说有一些我不是非常满意，但整体来说我觉得还不错。如果说大家看到这个地中海的那个行程的话，是宏图号的话，是可以考虑啊。但是就这几点大家有点心理准备。那可以到时候再问问看那个旅行社怎么样。那价格我真的不知道，这个也不是业配，出来玩都自己玩，只是单纯无聊爱拍而已。以上分享给大家参考。我是电脑阿达，如果喜欢这张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跟开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